我看着手机里这个备注为男朋友的联系人，脸皱成一团。犹豫半天后，我还是小心翼翼的拨了过去。电话只响了2声，便被人接起。我急忙问道：“你好，请问你是我男朋友吗？”电话里顿时一片死寂，应该没错吧？心里逐渐没底的时候，电话那头才响起一道懒懒散散的男声：“当然了，宝贝。”宠溺又自然的称呼让我松了口气。没找错人，看来我还真有个男朋友。那你能来人民医院 F01病房接我一下吗？生病了，我不好意思解释。我今天出门被撞了下头，莫名失去了一部分记忆。但医生说我大脑却没有任何异常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医生让家属来接我才能离开。我爸妈在外地，所以男朋友应该也算家属吧。电话里再次静默片刻，然后那人才缓缓安慰我：“别怕，我马上到。”有了这人的保证，我总算不再惊慌。从被送到医院后，我整个人的脑子就乱糟糟的，所有记忆都连不上。医生说我是因为过于高度紧张和恐惧，所以丢掉了部分记忆。最离谱的是，我竟然忘记了我有个男朋友。也不知道我找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，不过声音那么好听的，模样应该也不会太差吧。毕竟我可是个颜控小男童。就在我紧张到直抠手的时候，病房门被一个身高腿长的年轻男生推开。他穿着一身黑，那张脸跟中了基因彩票般，眉眼疏散，气质金贵。我一懵，咦，这不是我们的大学校草周漾学长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在我一脸凌乱的时候，周漾已经在我面前站定。他上下扫了我了一遍，眼神里似乎带着点让我猜不透的情绪。忽的，他轻身朝我俯来，近到我可以看清他墨黑的眸子。发什么呆呢，宝贝？他懒洋洋的声音与电话里的声音重合。看来还真是我男朋友，可我还是有点不确定。你是我男朋友吗？我虽然丢掉了一部分记忆，但还记得你叫周漾，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而且是个直男。周漾眼神未变，淡声解释：我以前确实是直男，但是却对你一见钟情。当场变弯。后来追了你挺久才追到。说着，他从兜里摸出手机，按亮锁屏。锁屏壁纸赫然是我的照片。这是你当初非让我换的，不换就撒娇闹脾气。我谈起恋爱来竟然这么臭不要脸。我眨眨眼，有些不敢相信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周漾摸了摸我的头，声音温了几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还在我身边就好。直白的情话让我耳朵微烫起来，下意识乖乖的蹭了蹭他的手以示回应，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无害的毛茸茸的小动物。周漾完全是我的理想型，帅气优秀的天之骄子，却独独和我说话时态度温柔，这让我今天迷茫混乱的心有了依托之处。趁看周漾去找医生了解情况的时候，我打开相机偷拍了一张他的背影。既然他都把我放成锁屏壁纸了，我也得这么做。周漾生的极好，我随便一拍都跟拍画报一样好看。可就在我乐淘淘的准备换壁纸时，却无意间发现我的手机相册里竟然藏着好多秘密。那是一堆照片，全是周漾。吃饭的他，打球的他，上课的他，我竟然这么痴汉啊！不好意思的抿抿唇，心里的疑虑再次消了几分。这时脸被人轻轻捏了下，周漾带着点笑意的声音响起：傻笑什么呢？我搔着脸把手机递给他看，周漾，我手机里有很多你的照片呀。周漾的神色骤然一顿，他死死的盯着我的手机屏幕，眼里的情绪晦暗难辨起来。我以为他是觉得我拍的不好看，所以轻声道歉：抱歉，我还是删了吧。你别生气，周漾。周漾却像回过神来一般阻止了我：不用删，留着吧。我怕你觉得我拍的不好看。不，拍的很好看。因为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我竟然被你这样喜欢着，这让我快要开心死了。宝贝，周漾声线变得有点哑，
眼里的情绪波动和热意也不像作假，仿佛中了突然捡到什么宝藏一般激动。我心里一松，看来周样很喜欢我，我也真的很喜欢他。这让我这个小基佬心里软乎乎的，就这样乖乖的被周样带回了学校。只是他送我回到宿舍时，发现舍友们都在。正对门口的二黑看到了我，笑嘻嘻的打着招呼：梦听，今天干嘛去了？平时那么乖，不会是卧槽？周样学长。他的声调在看到我身后的周样时骤然拔高了几个度，惹得其他舍友都惊讶的看了过来，仿佛很诧异周样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一般。我有些迷茫的侧头看着已经站到我身旁的周样。朝夕相处的舍友竟然不知道我和周样的关系。周样是我男朋友，他送我回来很正常吧？舍友们脸上更懵了。你什么时候脱单了？不对，你什么时候弯了？所以周样学长也是看着舍友们瞠目结舌的神色，我马上意识到了不对劲。坏了，看来舍友竟然不知道我的性取向。我刚刚那一句话相当于直接把之前辛苦捂好马甲掀翻，当场出了个跪。这个失忆可真是罪魁祸首。无措之际，我紧攥的手被一只大手牢牢牵住，然后就听到周样不急不缓的开口了：打扰了，我确实是梦听男朋友。之前他怕你们恐同，讨厌他，所以一直没告诉你们。如果你们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可以找我。别吓他，周样家境很是优越，学校里几乎没有敢得罪他，所以他这一番话即使简短礼貌，甚至还带着点笑意，但却让人后脊背莫名一凉。舍友们抖了两下后，立马狗腿的应道：没，就是有点意外。学长，快进来坐坐，门口多冷啊。周样礼貌地点点头，领着我就往里走，仿佛他才是这里的主人。看他这么淡定，我也就跟着淡定了。还好有周样在，不然今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让我不由得更依赖周样，视线一直跟着他打转。正和舍友说我失忆生病的男生倏地似笑非笑去我一眼，然后捏了捏我的脸，轻佻又亲昵，但面上还是很正经。他有不舒服麻烦给我打电话，我多晚都会接。舍友们谄媚的连连答应。很快周样便要离开，在我刚纠结要不要送他下楼时，人就已经被他拉出了宿舍，留下一脸八卦的舍友。我顶着泛红的耳廓跟着周样到了南寝楼下。好在这个点人很少。周样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周样眉头微挑，带着一点揶揄的意味。宝贝，叫我什么？周样，你之前都不是这么叫的。我眼睫颤了颤，有些不好意思的问他，抱歉，我真的忘了，你能不能提醒我一下？周样嘴角微勾。你呀，都叫我老公。我整个人都有些低不低了，叫的竟然这么亲密。都是男人，这么叫有点不太合适吧？我嘴唇嗫嚅几下，羞耻心还是让我实在张不开口。好在周样没为难我，直接给了我个台阶。没关系，换个称呼也行，换个称呼。我大脑里快速闪过几个亲密的称呼，最后停在某个上面。于是我试探性的开口：哥哥。话音一落，我就看到周样眼神微变，接着就听到他极小声的说了句脏话。梦听，你好乖啊。我臊着脸没敢吭气，眼神游离，因为我总觉得周样刚刚似乎是想亲我，但好在周样没在做什么，只是叮嘱我好好休息。回去吧，我明天早上来接你上课。我乖乖点头应着，然后又被他像摸猫咪一样摸了半天头。等他转身离开后，我也往宿舍走去，但是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眼他，却意外发现周样正往垃圾桶里扔了个东西，一张被汗湿的纸巾。咦，周样这么拽的人在紧张什么？今天莫名失忆，然后有了个过分优秀的男朋友，之后又突然出柜，这宛如开了火箭般的速度，让我在回了宿舍后还没来得及恍惚，就被舍友开始贼笑着审问。但我一脸懵逼，什么都不记得，
着实说不出一二三。舍友们打趣两句后，也就赶紧让我好好休息。还好，他们不恐同就行。我暗暗松了口气。一天宛如过山车般的经历让我身心俱疲，倒头就睡着。结果就梦到了周样，那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周样。他不在我身边，而是在人群里，众星捧月，肆意张扬，半边侧脸隐在夕阳的余晖里，好看的不像话。旁边的舍友二黑悄咪咪的告诉我，梦听，看到那个人了吗？是大咱一届的学长，叫周样，据说是他们那年的高考状元，家里倍儿有钱，长得还跟吴彦祖有得一拼。干，这种出生在罗马的人多我一个会死啊！舍友唏嘘不已。我笑了笑，想回复他这是我男朋友，但是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正使劲想张嘴的时候，周样已经被一群男生簇拥着离开，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我，冷淡又高不可攀，与今天对我的温柔简直天差地别。我急了，周样怎么不理我啊？着急忙慌之际，我面前的场景一转，来到图书馆里。我看到周样在图书馆借书时忘记了带借书证，管理员也是个倔脾气，没证就是不行。气氛僵持之际，身后的我鼓起勇气，主动把自己的借书证递了过去。周样怔了下，一边把玩着我的借书证，一边侧头睨了我一眼，眼尾闪开一个极其好看的弧度。梦听，谢了。我想说不客气，但是依然发不出声音。焦急的直哼哼时，我却突然又来到一个篮球场外，看到一个面容清秀的男生正在向周样表白。周围人顿时新奇又八卦的怪叫着，可周样拍着篮球，头也不抬，只是懒洋洋的吐出一个字：滚。男生脸一白，随即尴尬的离开，离开时和萌萌的我擦肩而过。这时周样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抬头朝我看来，眉心微蹙，眼神莫名。我不受控的绷着脸转身离开，仿佛很是厌倦这一场闹剧，但却满心的酸涩不受控的溢了出来。这难道是我之前的记忆，还是只是一个梦？如果是真实记忆的话，周样怎么恐同啊？那他为什么成了我男朋友啊？好乱，哪里是不是不对劲？这些问题压得我在睡梦中很是不舒服，直到被人轻轻晃醒时，我还有点失神。二黑又戳了我一下，梦听，你这满脑袋细汗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轻喘两下，摇摇头，没有，就是睡懵了。那就好，快起床吧，人家周样都在楼下等你半天了。周样，我赶紧爬起来往窗外一看，周样正姿态闲散的站在一个小花坛旁边，跟拍画报般好看。他目光直勾勾的盯着我们南寝楼门口，一副心情极好的样子。二黑继续猥琐的感慨，老弟啊，你这种乖宝宝到底怎么追的这种浪子啊？他竟然还给你带了早餐。原来基佬的爱情也能如此腻歪，多少女同学今夜会钻被窝里流下羡慕的泪水啊，我不记得了。但他说是他追的我，我靠，真的假的啊？这事说出去都能在你简历上添上一笔了。我尴尬的笑笑，同时也悄悄松了口气。看来昨晚只是一个梦，梦和现实是相反的。心里的阴翳逐渐消散，我简单洗漱下后，就马不停蹄的冲下了楼。周样，不好意思，我睡过头了。而周样看到我的一瞬间，稍稍直起了点身子，语调塔散，尾音长长的拖拽着。昨晚说好的事儿就忘了呀？我不好意思的抿抿唇，小声唤道：哥哥。周样满意了，抬手似乎想摸摸我的头，但此时有不少路过的同学，他的手顿了下，最后只是帮我压了压翘起的一簇头发，礼貌又不逾矩，亲密却也浅尝辄止。在心里残留的不安下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莽夫劲儿，直接蹭了上去，搞得周样都愣了一下。这么主动不怕吗？我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他怕和我太亲密而被诟病，
虽然社会风气开放不少，但是这件事还是有些新奇。顶着旁人骤然诧异的视线，我满心信赖的看着他。不怕，其实我是在害怕，甚至有点不安。我害怕昨晚梦里的疏离，冷淡的周样是真的，让我遥不可及。唯有和他近距离接触，我才心安。周样送我去了专业课教室门口，因为他有课便先离开了。我瞅着他懒懒散散的背影，转身进教室。不开玩笑，刹那间就感觉有10万伏的聚光灯打在我脸上。轻咳一声，我拎着周样给我买的早餐，慢吞吞的坐下。接着就听见一阵细细簌簌的议论声，我和周样的名字与男童2字被频繁提起。行，学校的八卦传播速度真的很快。正一边低头喝豆浆，一边看着学校超话里那些八卦贴时，有几个同学来关心我昨天怎么请假了。我实在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还是礼貌简短的回复说病了，然后装看不见他们眼里的八卦意味。好在教授很快就来了，议论声被压了下去。可整节课还是有人时不时扭头打量我，我平静的任他们打量，只等着一下课就去找周样。只是下课时，我刚要起身，就被一个人高马大的男生堵住了。孟听，你既然是男童，当初还装什么纯拒绝我啊？这话一出，那些收拾东西的同学动作骤然变慢了。玩手机的人手指更是飞快，激动的像在发电报。在这万众瞩目里，我猛猛的抬起脸看着这个男生。大众脸，脖子短，想不起，真的想不起。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人，毕竟这么无脑又傻缺的同学，我即使失忆也会记得。所以我还算礼貌的回应，你是哪位？男生一怔，随即气的脸都有些扭曲。哟，装完纯又装不认识，为了人周样的钱，脸都不要了啊！我脾气再好，现在也明白这人是来纯找事的。这下我的脸直接冷了下来。把书包放下，准备和他来个硬碰硬时，教室门口传来一道熟悉的懒散声音。我巴不得让他棒我，关你屁事儿！刚刚还气势汹汹的男生，顿时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鸡，还想说什么？但是在周样没什么笑意的表情里，他灰溜溜的转身就走。我忙不迭拿着包周样小跑去，也不知道周样刚刚听到了多少，会不会多想。我垂着眸，想解释解释。刚刚那人周样却问了我另一个问题：宝贝饿了没？我没反应过来啊。那赏脸跟着哥哥去吃点好的呗。我静默一瞬，接着便抬头冲着他乖乖浅笑。好，周样相信我，他真好。我心神荡漾的跟着周样刚出教室，迎面就碰上几个笑得猥琐的男生。哟，我样竟然梦想成真了，我还以为是大群里的人胡说呢。学弟你好，我是周样舍友。平时他看着浪，其实洁身自好。自从在图书馆喜欢上你后，更是每天想着怎么和你制造偶遇，妥妥一老舔狗了。没错，他说梦话都是你的名字，可就是怂的不敢和你表白，哈哈哈！一旁的男生被戳穿后，很是不耐烦的看着他们，有事说事，没事滚蛋。好潮，不打扰你和学弟约会，我们滚。学弟再见我笑盈盈的和他们道，心里却软乎乎的。原来私下的周样是这样的。我拽了拽旁边男生的袖子，没忍住问了个问题：周样，你当初为什么没直接跟我表白啊？男生手一转，直接牵住我往外走去，不急不缓的回我：我以为你恐同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他误会了，所以才会搞暗恋这一套。不过还好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。顶着旁人或善意或恶意的目光，我美滋滋的贴得他更近了。我和周样就这么继续谈着恋爱，甜蜜又亲密。学校超话里关于我俩谈恋爱的热度很快被期末考试的压迫感所代替，这让我松了口气，总算不被人一直讨论了。只是时间一长，我却逐渐有些疑惑起来，那就是周样似乎从来很少和我有很亲密的接触，顶多就是牵牵手、
摸摸头，连拥抱都少得可怜。正常情侣间不应该接个吻吗？难不成他是什么柏拉图式恋爱吧？可明明他看的我眼神热切的都要冒火星子了，一点也不含蓄。但我又不好意思主动询问，总觉得周样似乎在隐隐给自己留退路，也在给我留退路。他在忌惮什么呢？我就这么一直憋到了心里，憋得都有些失眠。直到某天，周样的舍友过生日，我被他带着一起去蹭饭。年轻男生们推杯换盏，热闹不已，引得旁人纷纷看过来，尤其是周样最为惹眼。而我坐在周样身边，心绪游离，一个不注意就喝了口酒。只是那么一小口，我就直接开始头晕眼花。哦，原来我之前还是个一杯道。我难受的捂着脸不吭气，周样很快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。喝酒了？我慢吞吞的应了声。恍惚间听到周样轻笑一声，接着他似乎转头和他的舍友们说了什么，惹得一片嬉笑逗趣声。后来我又感觉自己被人背起了，那个脊背宽阔有力，还隐隐散发着好闻又熟悉的味道，让我安心不已，昏昏欲睡。等再醒来时，发现我坐在宿舍里。宿舍很安静，舍友都不在，而男朋友周样正蹲在我面前给我脱鞋。这个姿势有点微妙，让我本就昏沉的脑袋顿时更迷糊了。我没忍住唤了他一声，周样。他只是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，哪怕脑子不清醒，我都从善如流的改口，哥哥。怎么了？难受？我晃了晃脑袋，小声道，不是，我是想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周样起身坐到我旁边，他脸眸递人的时候颇有点蛊惑人心的味道。我晕晕乎乎的看着他，接着视线就不听话的开始下移，最后落到了那双薄唇上。俗话说得好，酒壮怂人胆，于是我直接开口道出心中所想，我想和你亲亲，可以吗？话音一落，宿舍里死一般寂静。周样的眼神骤然变得灼热起来，烫得我连脖梗处都泛起红意。只是等了一会儿，都不见他有任何动作。我以为他是在等我主动，便直接朝他凑了过去。可在刚要亲上时，我的额头却被一根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抵住。接着周样微微低哑的声音响起，他说，梦听，不可以。因为我已经足够贪心了。我迷茫不已的眨了眨眼，没理解他是什么意思。后来他好像又说了什么，只是我的酒意再次上头，哼哼了两声便倒下睡了过去。朦胧间感觉有人一直在细心的照顾着我，我舒服的翻了个身。有男朋友真好，就是亲不到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盯着宿舍顶发了半天呆，然后慢吞吞的缩在被子里，开始无声嚎叫。什么鬼？我昨晚干了什么？我竟然想耍流氓！可耍流氓就算了，最尴尬的是我还被周样拒绝了，这让我尴尬的想连夜买站票离开地球。羞臊过后，我又开始沉思，周样为什么会拒绝我？难道他只是在耍我玩吗？我万分惆怅，以至于想下床去洗漱时，没注意一个脚直接踩空，整个人失控的摔倒了地上，头也重重的磕了一下。我痛得倒吸凉气，倒霉，宿舍好像没人。我艰难的想爬起来，但是却开始头昏脑胀，感觉脑子里突然涌起很多记忆，杂乱纷扰，乱得我直接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，舍友二黑坐在我旁边。哎呦，你可终于醒了，梦听，我本就混乱的脑子有些迷茫。二黑，我怎么在医院啊？我们通宵上网回来，一进门就发现你在地上躺着动都不动，立马给你送医院来了。你别担心，就是磕了下头，啥事儿没有。你男朋友马上就到。我揉着额头的动作一顿，懵了。我男朋友？
我哪里来的男朋友？这下轮到二黑傻眼了。不是，你男朋友周样啊，咱那校园男神。昨天你俩还卿卿我我的出去吃饭呢。周样，他是我男朋友，我人彻底傻了，头更是痛。两段记忆交杂在一起，让我分不清哪段是现实，哪段是梦境。这时病房里走进来一个着急忙慌的男生，他那张脸生得极好，但眉心紧蹙。是周样。看到我坐在那里发懵，他叹了口气，随即立马走过来抱住我，沉声安慰着。他身上清冽好闻的气息扑得我大脑直接宕机。早知道昨晚我应该陪着你。还难受吗，宝贝？宝贝。周样叫我宝贝。我脑子里的轰鸣声此起彼伏，心跳狂乱。旁边的二黑嘿嘿一笑说，我就不打扰你俩了呀。对了，周样学长，刚刚梦听好像有点不对劲。他刚刚竟然忘了自己有男朋友。说完他就懂事的离开。可是抱着我的周样整个人都僵了。片刻后，他缓缓的把我松开，拉开一个礼貌的距离。我抬眼看向他，发现他的俊脸上满是懊恼和无措，一点都不像以往那个张扬自意的模样。他声音艰涩的问我，梦听，你想起来了？我臊着脸点点头。差不多想起来了。我想起来我一直偷偷暗恋周样，但是怕他恐同而不敢告白，只敢偷偷将他的联系方式备注为男朋友。突然失忆后，我却把暗恋的男神真当成了我的男朋友。喜欢他这件事直接掉马，他却没有反驳和鄙视我，真的应了这个身份，对我很好，还说喜欢我。我叫他哥哥，这简直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。我尴尬地动了动嘴唇，想确认什么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抱歉。周样却突然道歉，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我睫毛颤了颤，没关系，是我的过，然后就是死一般寂静。忽然周样啧了一声，他再度凑了过来，有些偏执地问道，梦听，那我们还可以谈恋爱吗？我避开他的视线，声音含糊。我不知道，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周样。失忆前我就暗恋他，失忆后发现他也喜欢我，还成了我的男朋友。这让我觉得分外高兴的同时，又有点不真实和心虚。所以我想等脑子彻底好了以后，再和他好好谈谈。这样既是对他的负责，也是对他的尊重。周样应该看出了我的不适应，他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朝我老使坏，只是眼神依旧直白且炙热。陪我出院回了学校后，周样天天给我送早餐，下课接我。我随嘴说了个网红零食，他都能花半天时间去城市的另一边给我买回来。走路上鞋带开了，他自然又坦荡的蹲下帮我系。旁人瞠目结舌，把我聊得脸红心跳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我像是一只食草动物，而他是觊觎我的食肉动物，被他盯着难以逃脱。周样这种张扬又卑微的作风，让沉寂许久学校超话再次复苏。他俩分手了？怎么好久不见他俩拉小手了？分个屁，这对男通更腻歪了。救命，谁懂？现在我要像急了一个舔狗。梦听什么时候开一节课，谈谈驯养男神的心得？我跪着听。好，刚在情人湖那里被两位喂了狗粮，我也看到了。小梦同学估计是眼里进了小石头，眼尾红红的，看得我差点狼性大发，当场就要和周样抢老婆。这条评论在5秒后显示被超话管理员删除。很巧，周样就是管理员。二黑把这些东西拿给我看时，没忍住问我，你和周样学长现在什么情况？不少人都来偷摸问我，你俩是不是分手了？彼时的我正看着周样给我发来消息，闻言嘴角稍稍压下去几分，显得心情低落。没分，但也没谈。二黑一脸懵逼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吵架了？我把自己失忆前后发生的事儿
都告诉了他，想听听旁人怎么看这种情况。二黑听完，连连感慨周样的诡计多端，但随后他和我说了句话：不过你俩既然互相喜欢，过程怎么样不重要，那什么最重要？结果呗。二黑的话让我豁然开朗。我一直以为谈恋爱是重过程轻结果，但换个方向想，我和周样既然互相喜欢，干嘛还是耗费那么多心思呢？甜甜蜜蜜的就得了。想通后，我打算和周样好好坦白一下，结果他却先约我出去自驾游和露营，同行的还有他的几个舍友和好朋友。那群大男生和周样关系都很好，一路上看似一直打趣我和周样，实则是在撮合我俩。我浅笑着任由他们玩闹，只是实在羞臊时，就会下意识看向周样，周样就会一人一脚踹过去，让他们闭嘴，然后引得更大的揶揄声，以至于到了露营区玩大冒险游戏抽到我时，一群男生坏笑着让我和周样去旁边的小树林里待10分钟再回来，这就跟让两个暖妹的人去钻柜子一样的效果。我抿抿唇，起身先朝小树林走去，身后很快就跟上了熟悉的脚步声。夜晚的小树林安静幽森，只听得见我和周样的呼吸声和营区投射过来的一点光。我觉得走得差不多了，便停下脚步，准备和周样趁机谈谈。没想到周样先发制人，唤了我一声梦听。我后脊背一直，慢吞吞转身看他。光线昏暗，帅气男生眉目低敛，轮廓半明半昧。怎么了？那里有一些乱飞的虫子，跟吃了药一样。你过来点。我是男生，怕什么虫子？嘴上这么说，我身体还是很诚实的，朝他靠了过去。结果被地上凸起的树干绊了一跤，直直扑向周样。周样一个伸手把我揽进怀里，清冽气息扑了满鼻。我堪堪稳住身形，急忙道谢。谢谢。嘴上客气多没意思，来点实际行动呗。男生语调轻佻，我下意识想推开他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亲你。我还记得他之前死活不让我亲他，于是故意不答应。不行，周样没说话，只是觑着我。我心一软，立马结结巴巴道：那就一下。可就在我刚准备抬脸亲他一下时，突然间大地晃动了起来，树枝树柳开始掉落，虫鸟乱飞。远处露营区人们的惊叫声伴随着地里发出的轰鸣声，让人心瞬间提起来。地震了！小心！我懵了。地震？人在面对危险时，总是会下意识僵住。但我快速反应过来时，周样已经拦我朝地形开过去跑去。他一向懒散的神色骤消，反而异常冷峻，让我安心不已。好在我俩离营区不远，很快就跑了回来。就在我刚准备松口气时，周样却突然猛推了我一把。我狼狈的摔在地上时，身后传来大树砸在地上的巨响。顾不上吃痛，我仓皇扭头一看，周样正躺在大树旁，人事不省。那一刻我感觉血液都开始倒流了，立马连滚带爬的来到他身边。周样没反应，我不敢拖拉，立马使劲背起他往朋友们那里走去。脚步踉跄时，我想到周样背我的样子，永远沉稳有力。我鼻子开始泛酸，但是一直强忍着。幸好他迎面碰上了来找我们的周样舍友们，恰好地震也停了。我们急忙开车下山，但是同时下山的游客太多，直接把路堵了个半死。我拖着周样的头坐在车里，心急如焚。梦听你别急，我刚看新闻说是5级地震，路面损害不大，而且救援队已经在路上。别废话，去几个人让前面的人先让个路，不然周样这小子要成麻瓜。他的朋友们纷纷下车求让路。这时怀里的男生动了下，伴随着一声低哑的痛呼，死我又惊又喜。周样，你醒了，头还难受的厉害吗？他舍友听到动静，立马钻进车里看。样哥牛逼，被树砸了头都没事。
不亏咱 A 大最帅的男人，聒噪声里，男生缓缓睁眼，眸子里满是我欣喜的脸。在万分期待之下，周样看着我，眉心微蹙，冷淡开口：“你哪位啊？”所有人都傻了，我更是不知所措。周样被树砸了一下后就失忆了，这是什么狗血玛丽苏情节？轮着失忆是吧？就是我失忆，他成了我男朋友，他失忆就直接不记得我了。我的眼眶立马红起来，鼻头泛酸。这时周样眼神一变，他噌的起身，好笑的抱住我，抬手给我擦泪。梦听，你怎么这么不精片啊？错了错了，别哭了，我更懵了。你没失忆？没啊，我逗你玩呢，好一个逗我玩。他这种使坏心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我直接抬手朝着他胳膊呼了一拳，周样没躲，笑盈盈的握住我的手亲着。旁边的朋友们也松了口气，随即笑骂：老子都为你去求人磕头让路了，你给我玩情去！尊重祝福所死，结婚就不随份子了。合着我们也是你俩 play 里的一环。靠，周样照单全收，最后答应带他们去吃一趟海鲜大餐，才息事宁人。等他们骂骂咧咧的走后，车里暂时只剩我们俩。周样连起脸上的笑意，认真低头看向我。梦听，放心，真失忆了，我也会记得你是我最喜欢的人。我轻咳一声，难不成你给我的备注也是男朋友吗？那倒不是。说着，他从身上摸出手机，指尖点了几下就展示给我看。只见他对我联系方式的备注为宝贝，代表着他对我珍重爱慕的心理。一如既往，缱绻暧昧。周样，如果我当初失忆后没给你打那通电话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呀，周样慢条斯理的捏了捏我的手，大概很快就会忍不住去追求你，哪怕你会拒绝我。不会。我朝他靠了过去，闻着他身上的混杂着的树叶味和衣服上的洗衣液味，看着他脖颈处擦破的小伤口。因为我本来就对你一见钟情，所以不会拒绝你。周样，我们谈恋爱吧。在我们都理智的时候，认真的谈。周样怔了下，没想到一向温吞的我会如此直求。接着他眼里骤然炸开绚丽的色彩，一如我见到他的第一面，耀眼夺目。周样低头亲了亲我，认真且珍重。你好，我确实是你男朋友了。周样是脚是的，这位患者他失忆了，我看着医生的嘴不停的动作着，脑子却重复播放着好运来。梦听，失忆了，却莫名把我当成了男朋友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。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好不容易冷静一点，一扭头却看见梦听看着手机浅笑，卧蚕鼓鼓的，纯然又好看。傻笑什么呢？他搔着脸把手机递给我看。周样，我手机里有很多你的照片呀，我该如何形容我那一刻的震惊？如果之前他可能只是打错了电话，那些着偷拍的照片又怎么解释？只有一种解释，他也喜欢我。真好，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。但是这是我偷来一点幸福，我一直害怕失去。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。梦听想起来了，但还好他没有抗拒我，只是有些别扭害羞。成，那我更不可能放手。